很多人问我 Neville， 如果我明年只想做一件事来改变命运，我该做什么？是去学 Web3， 是去搞人工智能，还是去买某种资产？我的回答通常会让即使是最聪明的人也感到意外。我会说，停下来，哪怕只有这一秒，彻底停下手里的动作，关掉那些让你焦虑的通知，忘掉老板刚才发给你的那封语气不善的邮件，别去管社交网络上别人又晒出了什么样的完美生活。我想让你看看镜子，不是为了整理你的发型，也不是为了检查你的皱纹，我要你透过那层皮肤，看到里面那个每天都陪着你的人。那是你这辈子唯一的合伙人，是你所有资产的终极管理人，是你命运的首席架构师，也是这个地球上唯一一个能真正拯救你的人。如果你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残酷的真相，你可以现在就关掉视频，这没关系，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在逃避这个真相。接下来我要说的可能是你今年最重要的一笔时间投资，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的，我们待会儿来深度拆解这个问题。好，让我们切入正题。你要做的那个强有力的决定，那个在2026年能重塑你人生的决定，只有2个字：自私。先别急着反驳，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反直觉，甚至有点刺耳。我们从小被教育要无私，要奉献，要成为一个好员工、好伴侣、好朋友，这听起来很高尚，在社会道德层面它是对的。但是从博弈论和热力学的角度来看，如果你的策略只有给予，那这是一个注定破产的糟糕策略。为什么？因为物理定律告诉你，你无法从一只空杯子里倒出水来。这不仅仅是哲学，这是基础的能量守恒。如果你自己已经被掏空，你的心智带宽已经被耗尽，那么你所谓的支持别人其实是非常廉价的，甚至是一种负担。如果你自己都活在混乱和匮乏中，你给别人的建议、情绪价值，甚至是金钱，都带有某种索取的味道。你在潜意识里索取回报，索取认可，索取被需要的感觉。真正的利他主义必须建立在极度的自我富足之上。所以在2026年，我希望你做一个战略性的撤退，关注你自己，不是因为你冷漠，而是为了自我保护，不是为了让自己高人一等，而是为了进化。如果你不把这只杯子重新装满，你就别谈什么改变世界，你连改变自己的早餐吃什么都做不到。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活在巨大的噪音里。你的注意力是你最稀缺的资产，比比特币稀缺得多。比特币还有2100万枚，你的注意力每天只有那么几个小时的高质量窗口。但是看看你把这些资产投到了哪里，你投给了那些根本不在乎你的路人，投给了那些只在激怒你的新闻标题，投给了那些只会消耗你能量的糟糕关系。你是一个慷慨的慈善家，但你把你的财富、你的时间、精力、关注都捐给了那些毫无回报的项目。为什么关注自己足以改变一切？试想一下，如果把你当做一家初创公司，过去几十年，这家公司一直在做亏本生意，你不仅免费提供服务，还倒贴成本。你是那个随叫随到的朋友，那个毫无怨言的同事，那个为了家庭牺牲一切的角色。你是个好人，真的，这说明你善良。但如果你不进行再融资，不补充资本，这家公司就要破产了。世界一直在给你洗脑，让你相信无止境的付出是美德，哪怕把自己累到精疲力尽，你也觉得那是勋章。但我希望你现在问自己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：当剥离了所有的角色，不是谁的父亲，不是谁的员工，不是谁的丈夫，当没有期待，没有压力的时候，你是谁？如果你找不到答案，那就是你痛苦的根源。2026年不是为了修复所有人，也不是为了向那个并不在乎你的世界证明你值得被爱。它的意义只有一个：坦然、坚定地成为那个最好的自己。这听起来像陈词滥调，但执行起来需要极高的智慧和勇气。这意味着你要学会设立界限。界限不是一堵把你和世界隔绝的墙，它是你的护城河。
在古代，城堡没有护城河是守不住的，你的时间和心智就是你的城堡。当那些不再适合你的人、事物试图跨越这条河，消耗你的资源时，你需要有能力升起吊桥。需要休息时，就说不，对那些只索取不回报的关系，勇敢转身。我知道这很难，当你开始这样做，你会遇到巨大的阻力，这就是所谓的螃蟹效应。当你试图爬出桶的时候，其他的螃蟹会把你拉下来，周围的人会质疑你，说你变了，说你自私，说你不再是以前那个好说话的老好人了。但你要记住一件事儿，当有人批评你变了的时候，通常是因为你不再按照方便他们的方式行事了。把这些批评当作燃料，真正爱你的人会为你的边界鼓掌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你在保护自己。只有那些从你的不设防中获利的人，才会最害怕你建立边界。他们的失望不是你的责任，你的责任只有3个：你自己、你的成长、你的平静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会面临恐惧。恐惧是人类最古老的算法，它写在我们的基因里，深植于杏仁核。在几万年前的草原上，恐惧很有用，它让你不被狮子吃掉。但在2026年的现代社会，大部分恐惧都是幻觉。你害怕如果不秒回信息，别人就会讨厌你；你害怕如果拒绝了聚会，就会被圈子排斥；你害怕如果尝试新事物失败了，会被人嘲笑。让我告诉你恐惧的真相，它是一个靠你的能量为生的寄生虫。你越是犹豫，越是给它关注，它就长得越大。恐惧在耳边低语：你不够好，你会失败，你会孤独。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你会发现恐惧只是一个信号，它通常指向那些你真正应该做，但因为难度而逃避的事情。在2026年，你要学会反向操作。当你感到恐惧时，不要退缩，而是把它当作指南针。你害怕独处，那说明你需要独处；你害怕公开表达，那说明你需要去表达。行动是恐惧唯一的解药，恐惧不会因为你思考而消失，它只会被行动击败。每一次你选择勇敢而不是退缩，那个恐惧的算法就会被重写一点。你会发现，那些让你夜不能寐的恐怖场景，99%都不会发生。但这并不代表你不会失败。事实上，我保证你会失败，你会错过目标，计划会崩塌，你会跌倒。但这不叫失败，这叫反馈。如果你在玩一个游戏，从来没有输过，那说明你选的难度太低了。你只是在重复你已经会的技能，你在浪费时间。真正的成长只发生在边缘，发生在你的能力几乎要够不到的地方。接纳失败，不要让失败定义你的价值，让它塑造你的旅程。唯一的真正失败是你因为害怕而放弃了尝试，其他的都是数据采集。科学家做实验失败了，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，他会记录数据，调整参数，然后进行下一次实验。你的人生也是一个实验室。接下来，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成功。现在的社会有一套标准的成功模板：更多的钱、更高的职位、更大的房子、更多的点赞。这是地位游戏。地位游戏是一个零和游戏，有人赢就一定有人输。为了赢，你必须把别人踩在脚下，或者一直活在被别人踩的恐惧中。我要你退出这个游戏，我要你玩财富游戏。真正的财富不是银行卡上的数字，真正的财富是你早晨醒来，不需要去任何你不想去的地方，不需要见任何你不想见的人，不需要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。真正的财富是内心的宁静，是身体的健康，是拥有选择的自由。问问自己，成功对我来说到底是什么？不是对我的父母，不是对我的邻居，而是对我自己找到那个答案，然后全力以赴。因为在2026年，如果你还在活别人的梦想，那你就是在自杀。这种慢性自杀表现为焦虑、抑郁、无意义感。
你要活出自己的版本，但这需要极度的专注。我们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，你的手机、社交媒体、新闻资讯，他们背后有成千上万个最聪明的工程师，他们的唯一 KPI 就是劫持你的多巴胺系统，让你上瘾。如果你不主动控制你的注意力，你就会成为别人的变现工具。今年，请把你的专注视为无价之宝，清楚地决定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哪些事上。因为能量是守恒的，能量会随注意力流动。如果你关注的是那些八卦、仇恨、嫉妒，那你就是在给这些负面事物供能。如果你关注的是你的成长、你的健康、你的技能，那你就是在为自己充电。这不仅仅是关于工作，也关于疗愈。我知道，疗愈这个词现在被滥用了，听起来很软弱，但在我看来，疗愈是硬核的系统维护。你过去藏着的伤、压着的痛，那些童年的阴影、被背叛的记忆，它们不会自动消失，它们像后台运行的僵尸程序，占用你的内存，拖慢你的运行速度，甚至导致系统崩溃。2026年，请承诺进行内在的 debug 调试，无论是找心理咨询，还是写日记，或者是冥想、祷告，把那些你一直回避的问题摊开来，放在阳光下暴晒。只有治愈了这些 bug， 你才能不再把过去的痛带进未来的每一个角落。你无法在摇摇欲坠的地基上建造摩天大楼。关注自己，也意味着投资自己的大脑。复利是宇宙中最强大的力量，它不仅仅适用于金钱，更适用于知识和习惯。你读的书，你学的技能，你思考的模型，这些都会产生复利。别再拖了，不要等什么完美时机，根本没有完美时机。这一刻就是你真正拥有的唯一时刻。保持极度的好奇心，去读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经典，而不是畅销榜上的快餐。去学习那些基础学科，微观经济学、博弈论、进化心理学、物理学、计算机科学，建立你的思维格栅。你成长的越多，你的护城河就越宽，你就越不可阻挡。并且我们要谈谈孤独。当你开始这条路，你会感到孤独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，因为大多数人选择随波逐流，而你选择了逆流而上。你周围的人群可能会减少，那些无法理解你改变的人会离开，任由他们离开，别去追。你要明白，孤独不是一种病，独处是一种超能力。在现代社会，能够安然独处是一种稀缺的技能。只有在没有噪音的安静中，你才能听见内在的声音。所有的创造力，所有的深刻洞察，都诞生于独处。独处不是孤单，而是一次重新连接自我的机会。利用这段时间，哪怕每天只有30分钟，不要拿手机，不要听音乐，只是和你自己待在一起。这会很难，你会感到无聊，焦虑会涌上来。但如果你能穿过那层焦虑，你会发现一种深沉的平静。不要和别人比，比较是快乐的小偷。坚持走自己的路，相信属于你的时间。竹子在前4年只长了几厘米，因为它在地下扎根。到了第5年，它会在6周内长高15米。你现在就是在扎根，不要因为还没看到果实就放弃浇水。当你放下外界的干扰，你会发现一件令人惊讶的事，你的内在世界开始扩张。你曾经倾注给别人的能量会回流到你身上。你会开始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爱。自爱不是去买个名牌包，或者是吃顿大餐，那是消费主义陷阱。真正的自爱是用你对别人那样的尊重与善意来对待自己，是为自己设定底线，是不再将就，是原谅过去的自己，不再用过去的错误来惩罚现在的自己。当你真的爱自己，你就不再需要追逐那些不懂珍惜你的人，因为你不再匮乏。只有匮乏的人才会祈求关注，富足的人只会吸引，你会自由发光。真正懂你的人自然会靠近，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物理学解释。同频共振，在2026年，
你要养成的习惯必须是那些能滋养你身体、心灵与灵魂的习惯。要有纪律。纪律不是自我折磨，纪律是你对未来自己的承诺。当你不想运动的时候去运动，当你不想读书的时候去读书，当你不想工作的时候去工作，这就是在构建你的力量。同时，不要忘记感恩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又是鸡汤，但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看，感恩是重塑大脑回路的最有效工具。我们的大脑天生有负面偏差，为了生存，我们更容易看到危险和不足。感恩是对抗这种偏差的黑客手段。每天早晨，列出3件你感激的事情，无论多小，一杯热咖啡的香气，窗外的阳光，或者仅仅是此刻你还健康地呼吸着。当你练习感恩，你是在告诉你的大脑，我很富足。当你觉得富足时，你的焦虑会下降，你的创造力会提升。感恩能把匮乏变成丰盛，把平凡的日子变成闪光的时刻。在这条专注自己的道路上，请记住，你不是孤独的。虽然旅程属于你自己，但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像你一样的人，正在觉醒，正在走着属于他们的道路。尊重他们的旅程，就像尊重你自己一样。支持那些与你愿景一致的人，而对那些不再适合同行的人，轻轻放手。不是所有人都能陪你走到最后，那没关系。有些人注定只属于你生命故事的某一章，而不是整本书。最重要的是相信自己，相信你已经拥有成功所需的一切。你的直觉会指引你，你的力量会撑起你。2026年是变得更强、更聪明、更有韧性、更自律、更平静的一年，是脱去怀疑、恐惧与不安，走入你真正高度的一年。你不需要任何人的允许，更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，你需要的只是一个开始的勇气。从现在开始，就用你现在拥有的一切迈出第一步，让2026年成为那个你一直期待的年份，一个你不再等待，而是开始创造改变的年份。最后，我想说，当你真正开始关注自己，你会发现一个悖论：你变得越自私，你反而越能造福他人。因为只有当你自己站稳了，你才能拉别人一把；只有当你自己发光了，你才能照亮别人。你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好的事，就是先把自己照顾好，让他们看到一个真正自我负责的人是什么样子。当你把自己的幸福放在首位，你会成为身边人的榜样。你的孩子、你的朋友、你的伴侣，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牺牲者，而是一个充满活力、快乐、强大的榜样。这是一场长期的博弈，不要指望一夜暴富，也不要指望一夜开悟，这也是一种一夜暴富的幻想。生活是复利曲线，起初平缓，甚至枯燥，但在某个临界点后会指数级爆发。对自己耐心一点，相信这个过程，你今天付出的努力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坚持，都会在明天回报你。即便你现在还看不见，做自己的支持者，对自己温柔一点。太多时候，我们是自己最严苛的法官，我们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。但2026年，试着做自己的辩护律师，善待自己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够苛刻了。当你持续培养这种善意，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发生质的改变。你不再向他人祈求认可，因为你已经认可了自己。你不会再容忍不尊重，因为你已经提高了标准。你会吸引到那些真正尊重你、界限清晰、与你价值观一致的人。珍惜那些让你变得更好的人，果断放手那些耗尽你的人。你的能量是有限的，就像手机电池，一旦耗尽，你就关机了。要谨慎分配你的能量。2026年，把它用在提升你、挑战你、让你离目标更近的事情上。保护你的能量就像保护你的生命一样，因为它们确实息息相关。这意味着要屏蔽负能量的来源，那些有毒的人、有害的环境，甚至是你自己脑子里的负面念头。别让负面情绪占据你的驾驶座。你有权选择你专注的方向，
你关注的事物会放大，关注美好，关注可能性，关注希望。这不是逃避现实，这是用一种让你力量倍增的心态去面对现实。2026年，你的心态将成为你最大的资产。坚韧是关键，因为专注自己的路不会一直平坦，生活会给你出难题，会给你设路障，但韧性会让你站稳。韧性像肌肉，越撕裂，修复后越强壮。不要逃避挑战，迎上去，把它们当成证明自己的机会，当作通往下一关的门票。每克服一个困难，你就多一分智慧与自信。自信不是天生的，自信是你的履历表。你通过一次次兑现对自己的承诺，通过一次次踏出舒适区，建立起了自信。别忘了庆祝，庆祝你的成长，哪怕只是微小的进步，庆祝你今天没有放弃，庆祝你依然在努力。这种自我确认是你旅途中的补给站。当你在2026年逐渐成为最好的自己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机会开始主动找你，曾经紧闭的大门会为你打开，人们会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你，不是因为你刻意讨好，而是因为你变得真实、一致、强大。这就是专注的力量。当你有意识地投入你的能量，世界会给你回应。这不是魔法，这是长期的自信、自律与忠于自我的结果。当你不再把能量浪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，你就无人能挡。你会变得有吸引力，有目标，有底线，有方向的人，是这个世界上最迷人的物种。所以一步一步来，相信你迈出的每一步都在把你带向你一直想要的生活。2026年是你的一年，不是因为星象，不是因为运气，而是因为你决定让它成为你的一年。现在，我想请你做一件事。如果你听到了这里，说明你的内心深处渴望这种改变。闭上眼睛，想象一下5年后的自己。如果你坚持了这种自我关注，你会是什么样子？你会拥有怎样的平静？你会掌握怎样的技能？你会拥有怎样的自由？记住那个画面，那是你的北极星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启发，哪怕只有一句话触动了你，请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这不仅仅是为了支持这个频道，更是为了给你自己一个心理暗示，你已经准备好接受更高密度的智慧，你已经准备好开始这场伟大的进化。在评论区写下你在2026年最想放下的一个包袱，或者最想达成的一个目标，把它写下来，就是向宇宙发出的第一个订单。我是 Nevo， 记住，你是你自己最重要的项目。祝你好运，尽管真正的强者从来不靠运气。2026，投资你自己。